直到看见千名武警包场观看功夫女足，才明白周星驰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。永远记得自己后面求稳，当我们后面守的是国稳，没有必胜的信念，怎么出来打仗？是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风，一种韧劲。还有央视、中国军号、人民日报等一众官方权威账号下场宣传，官方层面认可了影片的家国精神与传统文化内核，足见功夫女足的超高内涵。影片上映期间，全网二创讨论度飞速增长，如今更是冲出国门，登陆新加坡、柬埔寨等多个国家。最近在中国香港的首映礼也受到万人追捧。为什么星爷那么受欢迎？答案就藏在他的一颗爱国赤子心里。翻看他的经典作品，星爷把民族骨气和家国情怀藏在无厘头外壳之下，借几句台词与动作来表达立场。电影《新精武门》中，凭借一己之力对抗多个日本武士，把东亚病夫的字条撕下来，塞进汉奸的嘴，寓意洗刷百年屈辱。侮辱我们中国人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事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应该互相帮助，同门如兄弟，生死与共。这就是我们龙的传人传统的美德。我们并不是东亚病夫。整蛊专家里借助无厘头表演，直面南京大屠杀历史，硬刚日本抢占钓鱼岛事件。当年你为什么打我们中国？是我阿公，带你阿公罚2亿。当年南京大屠杀，你有没有分？我还没有出生呢。这么晚出生，多罚2亿。为什么你小日本鬼子要抢我的钓鱼台？我不是日本人的。那你什么人？不是我老妈跟洋鬼子生的。你是个狗杂种，狗杂种学太多生意，多罚10亿。在思考中回对英国法官，坚守国土主权。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法庭，不是你们中国地区的衙门。开口闭口大英帝国，这家伙忘了香港只是借给他们，还要归还的，老兄。国产007影片开头的5星红旗，更是坚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在回归之前的香港电影中，这是十分大胆的表达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星爷的爱国与文化担当体现在每一件事上。好莱坞重金要他翻拍《食神》，要求改掉全部中餐内核，替换为西看，周星驰直接拒绝，坚决不让中华饮食文化被西方改变同化。在大咖云集的颁奖晚会上，众明星都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只有星爷一身朴素的中山装向观众谦逊鞠躬。90年代香港回归前夕，港圈很多艺人选择移民避险，而周星驰面对媒体坚定支持中国。 I have confidence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. 在多次公开采访中，他明确表态，我永远是中国人。对我而言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。所以香港跟国家其实是文化相同，血脉相同。除此之外，星爷常年低调做公益，汶川地震匿名大额捐款，疫情期间捐赠紧缺医疗物资，在内地多所山区捐建希望小学。星爷从不炒作，从不立人设，只是默默回馈家国。星爷的赤诚，观众都看在眼里。于是新电影上映，大家都自发去影院支持周星驰，人人都以为功夫女足会轻松拿下票房冠军，可现实十分反常。影片场场座无虚席的前提下，目前票房却在22亿停滞不前。但原因根本不是影片质量不行，而是星爷被资本圈层系统性针对性的打压了。首先最直观最实锤的不公，就是暑期档大规模有组织的偷票房乱象。功夫女足上映期间，网友发现全国多家影院集体违规出票，观众花钱看功夫女足，系统出票却是无人问津的冷门电影，阴阳票、手写票、空白票泛滥成灾。一向不愿发声的星爷也转发了网友晒出的空白票，并配文3个问号。事件彻底曝光后，共有404家影院被官方查实瞒报漏报，星迷共追回票房160余万。业内常说偷票房是行业通病，影院为了偷税或吃回后违规出票盈利。但本次事件不同寻常，往年偷票房多是零星个别影院，但功夫女足是全国多省同步集中大规模爆发，时间高度统一，违规手法完全一致。综合档期竞争来看，推测这并非是单纯影院逐利，而是一场经典对准星爷压低账面票房的集体操作，目的是坐实周星驰过气，新作扑街的虚假口碑。再加上本片暑期档整体票价偏低，功夫女足有大量19块9、29块9的特惠场次，平均票价不超过30元。对比这大滚烫这类春节档高票价电影，同样的观影人次，票房总额天然相差巨大。功夫女足是高人次、低单价、满上座，真实观影热度极高，无奈票房策略直接锁死了票房天花板，导致账面数据看起来不及预期。除了票房数据，还有电影档期撞科体现出的圈层对立。暑期档功夫女足排片紧跟冯小刚主导的抓特务，两部影片的待遇天差地别。抓特务上映后，半个内娱明星集体站台包场宣传，全网刷屏，让人情圈层造势造热度。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，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？
反观功夫女足上映前林宣发、林路演，整个娱乐圈无人问津。很多人认为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极致反差，根本原因是周星驰从不混迹内娱的人情世故，不屑于圈层抱团的娱乐圈潜规则，他独来独往，坚守本心，坚持做纯粹的中国电影。我心中的一团火是不会熄的。行为早就触及到了内娱所固有的圈层利益，因此被资本长期孤立针对。回看整个暑期档事件，位于社交圈可以依靠人情抱团造势，可以靠院线规则偷压票房，但所有人都看得见星爷的真心，官方认可他的文化坚守，亲人共情他的拼搏精神。星爷的背后从来不是空无一人，还有无数个与他双向奔赴的观众。